大家好，我是 Jason， 今天来拆包看看会不会有惊喜。哇，一张限量一支25的 Shockwave 新人卡。欢迎来到 Shake Jason， 一起分享 NBA 跟 MLB 最新最热的球员卡。影片开始咯。哟，各位卡友们，欢迎回到 The Deep Dive。继上次我们聊完那几队烧烫烫的棒球跟篮球系列之后，今天我们要来个更猛的，直接切入2025-26赛季的那个流量密码 Topps Chrome Sapphire 篮球。这叠资料很有意思。Top 4次回归 NBA 市场，我觉得他的第一枪就直接瞄准金字塔最顶端。Sapphire 这个产品线基本上就是他们所有技术力还有市场野心的一个集合体。没错，你给我们的这一叠资料，从官方 checklist 到市场分析，根本是天才等级。你还记得第一页那张图的标题吗？是神话回归还是钱包黑洞？我觉得这问得太好了。这产品结合了 Topps 官方授权回归，然后那个超炫的碎冰工艺，还有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 EQL 抽签发售，根本就是为了引爆社群而生的嘛。我们今天就要来帮大家彻底拆解一下，看看这到底是财富密码，还是准备让你吃土的坑。我觉得神话跟黑洞其实是一体两面。Topps 的策略非常明确，他们知道这是重返 NBA 之后的旗舰首秀，所以就把所有最好的元素都放进去了。特别是今年又号称是超级新秀年，有 Cooper Flag、Dylan Harper 和 Ace Bailey 这几位超级新人王，整个市场的期待值已经拉到顶点了。所以我们就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开始看起吧，看看这个黑洞到底有多深。OK， 我们来 unpack 一下。你分享的这张图写着游戏规则，拒绝当分母。这也太真实了吧！直接告诉你这局不好赢。一盒 Hobby Box 里面只有8包，每包4张，总共才32张卡。哇，这玩法很高端哦。这是很典型的少而精的奢侈品定位。它强迫你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张卡上面，因为每一张卡的那个边际成本都被拉得很高，不像不同系列那样给你一大堆卡，让你觉得有量就安心。Sapphire 就是告诉你，量不重要，值才是一切。而且虽然盒内保证会有1张签名卡，但要抽到那些真正能改变人生的神卡，那个几率极低。这就是为什么图上会说容错率极低。你每开一包，基本上都是在跟几率对赌。等等，容错率极低这个说法很有趣。你的意思是说，不像其他产品可能开到一堆中低阶的卡还能撮合着回点本， Sapphire 基本上就是中或不中的2元对决。完全正确，就是这样。它的地板非常低，但它的天花板却高到你看不见。如果没开到编号卡或是关键新秀，那32张卡可能就是一叠漂亮的纸，但只要中1张关键卡，就可能完全翻盘。这就是它既是神话也是黑洞的原因。说到赌，那肯定要来看看赔率。Sapphire 系列最屌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平行卡，就是 Parallels， 几乎全部都有独立编号，这点超重要，对不对？直接决定了卡片的稀有性和市场价值。对，这正是 Sapphire 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它神话那一面的体现。我们来看看这个稀有度阶梯，这是一场很残酷的淘汰赛。最基础的是 Gold Sapphire 黄金，限量50张，赔率大概是1.6包。这个是市场公认的硬通货，算是你踏入稀有品殿堂的门票。也就是说，平均开一盒，你可能有机会看到1张 Gold， 听起来还行了。那接着是 Orange Sapphire 橘色，限量25张，赔率拉高到1.12包。资料上说，这被视为核心投资标的，是价值和稀有度的最佳平衡点。为什么是最佳平衡点呢？因为25这个数量在市场上它既能维持足够的稀有度，又还不到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程度，所以它的流动性非常好。再往上就是 Purple 15和 Black 10。这边有个细节很有趣，黑色平行卡如果对上像 Brooklyn Nets 或 San Antonio Spurs 这种黑色系球衣的球队，会产生额外的 Color Match， 就是配色加成价值。Color Match 加成，这听起来有点玄学哦。市场真的会为了颜色买单吗？
这个溢价大概有多少？是10%还是50%？这不是玄学，这是美学经济学。一张视觉上完美和谐的卡，收藏家愿意支付的溢价，在二级市场上可以轻易达到20% 到30%，甚至更高。这代表卡片本身的故事性更强，而不只是一个冰冷的编号。所以一张 Black Parallel 的 Cooper Flag 会比 Purple Parallel 的更有吸引力，即便后者编号更少。哇，原来如此。那再往上呢？就是极度稀有的 Red Sapphire， 限量5张，赔率我看一下，哇，1.56包，这差不多要开7整盒才有机会看到一张哎。最后就是圣杯等级的 Papa Dracha， 也就是 One of One， 赔率是1.278包。尼给的图上直接写用阳寿抽卡，这个形容太贴切了。我们来换算一下，一箱哈比大概是20盒，也就是160包，所以平均要开将近2箱才有机会看到那张 One of One。这就是用阳寿抽卡的真正代价。但这里有个陷阱，对吧？就算你真的用阳寿抽到了这张 One of One， 也不代表你就中了漏透。我听说 Sapphire 的品控是个大问题。你问到点上了，这就是 Sapphire 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极致的美学设计却伴随着极高的品控风险。抽到 One of One 固然是中了乐透，但如果这张卡有明显的制重问题，就是 off center， 或表面有滚轮印 roller marks， 它的价值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腰斩。一张 PSA 评分8分的 One of One 跟一张 PSA 10分的，那个价格可能是天壤之别。所以神话跟黑洞的距离可能只有0点几毫米的裁切误差，太残酷了。好，那除了这些闪到爆的平行卡，这个系列还有什么是必须锁定的大奖？有2个关键的特卡，就是 Inserts 系列，你必须知道。第一个是 Sapphire Selections， 平均11包才1张。它专门聚焦在2025年选秀的前20位顶级新秀，像是 Cooper Flag。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高命中率新秀特卡，是拆卡时很重要的回报来源，有点像是一个保底的新秀乐透圈。哦，所以 Sapphire Selection 像是保底的新秀乐透券，让你至少能接触到顶级新秀。那如果我想追求更高、更稀有的目标，这个系列还有什么能满足我这种赌徒？那你的目标就是另外一个系列 Infinite Sapphire， 这是超稀有，也就是 SSP Super Short Print 等级，平均160包才1张，这等于是你开1整箱可能都看不到1张。这系列混合了10位现役传奇和10位顶级新秀，最关键的是它没有平行卡，这代表你抽到的基础版就已经是最终形态，非常非常稀有，长期持有价值极高。了解了。那签名卡呢？我看到资料说这次玩法不太一样。没错，这也是 Topps 这次聪明的地方，他们取消了没有编号的基础签名卡。你抽到的每一张签名，不管是新秀的 Next Stop Signatures， 还是设计超美的 Skywrite Signatures， 全部都是限量版。这步棋直接拉高了整盒产品的回报下限。就算你没开到大神兽，至少还有一张有编号的签名卡，不会完全空手而归。这在心理上给了玩家一点安慰了。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你提供的那份猜卡战略懒人包，我觉得是这次资料的精华。它直接把玩家分成3种类型，我们来好好聊聊这个，感觉像是在分析不同投资者的心理侧写。这张图总结得非常精准，它不只分析卡，更是在分析人性。第一种类型是土豪，也就是 Whale， 他们的目标球队是 Dallas Mavericks 和 San Antonio Spurs。他们追求的不是回报率，是历史地位。追求历史地位，我懂。Mavericks 有 Cooper Flag， 然后 Spurs 则有 Victor Wembanyama， 这2位都是被视为能改变联盟生态的 generational talent。不止 Spurs 除了有 Wendy， 还有榜眼 Dylan Harper， 这就是所谓的双保险。如果你把 Stephen Castle 也算进去，甚至可以是3保险组合。这是唯一有机会开出那种改变人生卡片的选择。当你开到一张 Cooper Flag 或 Wemby 的 Papa Dracha 11，你持有的就不只是一张卡，而是一段篮球历史的开端。
当然，要参与这场游戏，成本也是天价。好，这是金字塔顶端的玩法。那第二种，精算师 Smart Player， 目标是 Brooklyn Nets 和 Washington Wizards， 这又是什么逻辑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或者说是分散风险的投资组合策略。根据 Checklist， 这两队塞满了高顺位新秀，虽然可能没有 Flag 那么顶级，但你抽中潜力新秀的几率是全联盟最高的。等等，你称这个策略为精算师，但我听起来这更像是无聊的策略。你放弃那个抽到神卡的机会，去换取一些可能永远无法兑现潜力的新秀普卡，这真的聪明吗？还是只是在避免巨大的损失？这是个好问题，这取决于你对成功的定义。对精算师来说，成功不是一夜致富，而是稳定的累积资产。他们赌的不是一位球员成为超级巨星，而是赌着5、6位高顺位新秀中，至少有1、2位能打出来，成为明星球员。这个策略的期望值可能更高、更稳定，但它确实牺牲了那种开出旷世奇卡的兴奋感。所以你说的没错，这是一种损失趋避 （loss aversion） 的策略。我懂了，风险和报酬的平衡。那最后一种，我最喜欢的赌徒 （gambler）， 目标是 Golden State Warriors， 这个我大概猜得到。这就是单车变摩托的极致玩法。勇士队的新秀阵容可能相对一般，所以你开到有价值新秀卡的几率不高。但他们的 checklist 里有一位神 Stephen Curry， 只要有机会抽到一张 Stephen Curry 的低编号签名卡，或是那张 Infinite Sapphire SSP， 就直接一发逆转，把前面所有的损失都赢回来。这种玩法在亚洲市场尤其受欢迎，对的。大家对 Curry 有着近乎信仰般的追捧。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投资计算，更像是一种情感的投射。完全正确，这也带到我们下一个重点：市场差异。你不能用单一市场的逻辑去评估全球性的产品。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美好的可能性，但卡片到手后还有很多陷阱需要注意，就是品控、QC 和市场偏好的问题。绝对是。高端系列最怕的就是品控。我们刚刚提过居中度 （centering）， 这是 Sapphire 系列的老毛病，因为它的边框设计非常复杂，一点点的裁切偏差都会被视觉放大，这会直接影响 PSA 或 BGS 的鉴定分数。我看过很多例子，卡片肉眼看超美，结果送评回来分数不高，就是因为 off center， 价值直接打折。正是如此。再来是表面瑕疵，像是 roller marks。卡片在封包过程中可能会被滚轮压出细微的痕迹，在强光下才看得到，但这对鉴定来说是致命伤。第三是签名墨迹 streaky auto， 因为 Sapphire 的卡面非常光滑，有时会让签名墨水附着不佳，出现断墨或气泡。所以在二级市场买高价单卡前，一定要用放大镜看清楚细节图。这些品控问题也直接连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亚洲市场和美北市场的差异。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这不只是单纯的品项要求，背后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收藏文化。亚洲市场，特别是台湾、香港和日本，更倾向将卡片视为一种另类资产 （alternative asset）。一张完美的 PSA 实卡，它的流动性、保值性和市场公认度都远高于一张状况不明的裸卡。收藏家愿意为这种确定性支付更高的溢价。这跟北美市场那种更偏向开箱乐趣 （fun of the rip） 的文化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他们可能更享受过程，对卡片的一些小瑕疵容忍度更高。没错，所以这就创造出了一个有趣的套利空间。一张在北美市场被视为 near mint 的卡，如果它的居中度和表面状况极佳，有 PSA 10金标潜力，那么它在亚洲二级市场的价值可能会高出30%甚至50%。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亚洲的资深藏家会花大钱去精挑细选那些品相完美的裸卡，他们买的不只是卡，更是潜力。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总结来说，2025-26 Topps Chrome Sapphire 就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终极战场。它有以 Cooper Flag 为首的梦幻新秀梯队，有圣杯等级的 One of One Papa Delta，
还有各种让人流口水的神卡。它既是可能让你一夕致富的神话，也可能是因为高昂的成本和品控风险，让你钱包破大洞的黑洞。它完美地体现了现代球员卡市场的特质，极致的诱惑和残酷的现实并存。所以，我们最后想问问你，就像你分享的最后一张图问的，如果上帝给你一包未拆的 Sapphire， 你是会选择赌一把，拼那张 One of One 的 Wemby， 相信神话，还是会直接把这包未拆的卡包卖掉，现金入袋为安，避开那个黑洞？哇，这问题太难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选择吧。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次的深入分析，别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才不会错过下一个财富密码。最后也想问问大家，在这个神话与黑洞并存的系列中，你最想追求的又是哪一个系列的特卡，还是哪一张特定球员的平行卡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奶昔杰森，今天来拆包看运气。哇，限量签名到手了！喜欢卡片开箱分享，记得订阅奶昔杰森。